近日，关于 H&M 和 Gardenia 等新加坡知名企业将部分业务迁往马来西亚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瑞典快时尚巨头 H&M 宣布重组亚太业务，将东南亚区域总部从新加坡迁往吉隆坡，并裁撤了新加坡办公室约78个职位。紧接着，新加坡国民面包品牌 Gardenia 发布声明，位于班丹环道的烘焙生产线于6月30日正式停工，141名员工挥别岗位，生产流水线整体搬去了对岸的新山。更早之前，虎牌啤酒、亚太酿酒厂宣布将部分产能转移至马来西亚和越南，老字号洋协成也将罐装生产线北移。一时之间，网络评论区炸开了锅，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新加坡这下终于被马来西亚反超了，连面包都快吃不起了。还有人翻出了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在8年前那句广为流传的政坛名言，总有一天要让新加坡人来马来西亚做外劳。如今回头再看这些企业纷纷北上的动向，似乎越来越多人觉得这个当年的狂言正一步步变成现实。越来越多的大牌企业选择北迁，越来越多的工厂和流水线宣布搬走。于是，一种焦虑的声音开始在坊间蔓延，新加坡是不是开始空心化了？狮城的竞争力是不是正在不可逆转的衰退？但如果在这场企业搬迁的潮水里，你只看到了工厂的离去和岗位的调整，那么你可能恰恰忽略了这场区域大洗牌中真正重要也真正精彩的部分。因为这一次搬走的只是工厂和流水线，真正值钱的东西其实一步都没有挪。今天我们就来冷静地拆解一下这场北迁潮背后的底层逻辑。为什么越来越多底层企业的北迁反而可能意味着新加坡正在变得更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企业的北迁是真实发生且正在加速的。无论是跨国巨头 H&M 还是本土老字号 Gardenia 和虎牌啤酒，他们把制造、仓储、行政、客服、后勤等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部门搬去马来西亚，核心原因只有一个：成本。马来西亚拥有更广阔的土地、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低的厂房租金以及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提供的诱人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长达15年、低至 5%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还针对专业知识工作者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相比之下，新加坡土地稀缺，人力成本高企，租金持续攀升，对于利润微薄的制造业和区域后勤部门而言，将生产环节外迁几乎是一道必选题。但问题是，企业搬走了生产线，是否意味着价值也一并流失？答案是否定的。以 Gardenia 为例，虽然烘焙生产线迁至新山，但品牌明确表示，总部、研发、创新、质量监管、市场策略和供应链管理等核心职能全部保留在新加坡。大约250名员工继续留在新加坡总部工作，负责品牌运营、新产品开发、食品安全管控和渠道分发。换句话说，面包在哪儿烤并不重要，真正决定利润的是谁拥有品牌，谁制定产品标准，谁掌控渠道和供应链。Gardenia 的发言人直言，品牌仍然是一个新加坡品牌，搬迁不会改变对新加坡消费者的承诺，反而能增强长期服务能力。H&M 的情况如出一辙，区域总部迁往吉隆坡，新加坡办公室裁撤了部分行政岗位，但新加坡依然是该品牌在东南亚的核心销售市场和重要战略节点。高价值的采购、设计、营销和区域管理职能并未完全撤离。同样，虎牌啤酒和洋协成将部分产能转移，但品牌所有权、配方研发、市场决策和财务管控仍然留在新加坡。这里就涉及到了理解这场新马产业链重组最关键的一点：未来的新加坡已经不再需要，也不可能在自己狭小的国土上完成一件商品从研发到制造的所有工序了。它真正展现出的战略野心，
是成为整个东南亚乃至全球产业链的超级大脑。如果把整个产业链比作一个正在高效运转的人体，那么土地广阔、劳动力充足的马来西亚正在完美地扮演手脚的角色。它负责承接土地需求大、能源消耗高、需要大量基础人力的环节，比如具体的工厂制造、大型仓储物流，以及近年来火热的数据中心。而新加坡则在全神贯注地扮演大脑的角色，它牢牢占据着价值链的顶端，专注于总部经济、前沿研发、高端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法律仲裁、全球资本配置以及复杂的供应链调度。在现代经济学中，真正能带来超额利润的，从来都不是流水线上的体力组装，而是来自决策、技术、专利、资本和规则的制定。很多人觉得工厂搬走是损失，其实这只是把辛苦且利润微薄的体力活合理地交给了腹地伙伴，而把赚取丰厚回报的脑力劳动严密地保留在自己手里。回顾全球产业史，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都曾走过同样的道路，制造业大规模外迁，但苹果、微软、英伟达、丰田、西门子等巨头依然将品牌、技术、专利和资本牢牢掌握在本土。今天的新加坡正沿着同样的轨迹前进，把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交给成本更低的地方，把有限的国土空间腾出来，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绿色金融、财富管理和总部经济。这不是竞争力的衰退，而是向价值链顶端攀登的必然选择。值得关注的是，即将于2026年底通车的新柔地铁 RTS 将彻底改变两地的产业互动格局。从新加坡乌兰北站到新山五级查卡站，车程仅需数分钟。这不仅方便马来西亚人复兴工作，也可能促使更多新加坡企业将非核心岗位设置在柔佛，由新加坡人跨境管理和协调。届时，新加坡将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境产业腹地。员工住柔佛，制造在柔佛，仓储在柔佛，但总部、金融、研发和国际业务依然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限制将被突破，新加坡的竞争力将不再局限于本土，而是整合整个区域资源的能力。从经济数据来看，新加坡的基本面依然稳健。2026年，贸工部将全年 GDP 增长预测上调至 2% 到 4%， 野村证券更是给出了 4.6% 的乐观预期。在外部关税冲击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彰显了经济的韧性和转型成效。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新加坡正在从什么都自己做转向掌控最赚钱的部分。品牌、技术、资本、人才和规则制定权才是决定未来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而非单纯的工厂数量或流水线规模。因此，面对 H&M、Gardenia 等企业的北迁潮，与其忧虑饭碗被抢，不如冷静审视新加坡在区域分工中的新定位。长堤两岸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尼可米那句马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并非虚言。未来的竞争不再是城市与城市的零和博弈，而是区域与区域的协同共赢。工厂可以迁移，生产可以外包，但决定价值链高度的大脑始终留在了新加坡。这或许正是这个城市国家最值得被重新认识的一面。它没有把未来搬走，恰恰相反，它正在把未来牢牢握在自己手里。面对这波跨国企业将生产线与后勤部门北迁到马来西亚的潮流，你认为这究竟是新加坡面临的一场需要警惕的产业空心化危机，还是它向全球价值链顶端攀登，实现产业主动升级的必经之路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独到见解。